你有没有想过，人类生得少，长得慢，跑不快，耐力差，为什么会称霸地球？前两天，一位粉丝朋友发了一篇文章，用数学模型推演了人类社会的发展，分析来分析去，感觉还挺有意思的，和大家分享一下。看过赫拉利《人类简史》这本书的朋友应该知道，人类从动物进化到人，关键是认知革命。大约在7万年前，智人的认知能力产生革命性发展。偶然的基因突变改变了大脑内部连接的方式，使其能用全新的语言沟通和独特的方式思考。这赋予了智人虚构事物的能力，创造出了传说、神话、宗教，让部落成员遵守规则，抑制自私本性，使合作可持续。这种虚构的能力使智人组织起超过血缘的庞大群落，战胜了其他物种。文章里为了说明合作机制，举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想象一下，在非洲大草原上，猿人甲和猿人乙合作捕了10只兔子，现在要进行分配。这时候就涉及到一个复杂的利益博弈。此刻，一场史诗级谈判正在上演。猿人甲手握石斧，说：“最多分你3只，剩下的都是我的。”猿人乙翻了个白眼儿，说：“凭啥？没有我挖陷阱，你连兔子毛都摸不到。”眼看合作要崩，作者掏出了一道公式，可能理解有点困难。我给大家解释一下，作者假设的公式是：最终分得的兔子等于领导想给的兔子减去员工想要的兔子减去领导想给的兔子乘以乘罚系数。这里面的乘罚系数和盲信比密切相关。盲信比是指猿人甲对猿人乙行为的不了解程度与猿人乙对猿人甲掌握自己情况的不了解程度的比值。说白了，就是谁更了解谁。在多次合作中，当乘罚系数和盲信比趋近时，合作就会朝着可持续的方向发展，反之则容易破裂。这就意味着领导的震慑力和双方的信任程度共同决定了员工会继续努力合作，还是选择放弃。比如说，领导说这次少分你1只兔，但下次抓到猛犸象让你当2把手。员工信了，含泪继续打工。人类史上第一份期权协议就此诞生了。但问题来了，原始人既没合同也没劳动法，凭啥相信领导的鬼话？论文神转折提到，因为智人学会了修仙，虚构了一个根本不存在的超级惩罚系统。作者提出了一个论点，神灵就是原始社会的 KPI 考核系统。领导说偷懒，雷神今晚劈你帐篷，员工吓得连夜加班。作者还通过这个模型推导出了2种社会模式，分别是集权模式和民主模式。集权模式就像是领导先分兔，这种模式下惩罚机制强大，适合治理能力较低的小团队，就像原始部落里头领一声令下，族人就会服从。而民主模式则类似于员工先要兔，这种模式下惩罚机制相对较轻，但需要更完善的监督机制，就像现代公司实行弹性工作制，精确记录打卡时间一样。这2种模式的差异本质上反映了不同治理能力下对合作模式的选择。看完论文，我恍然大悟，原来人类文明的本质就是一场大型分兔游戏。想在游戏里苟住，就要学会烙大饼、吃大饼。按论文逻辑，只要 AI 学会画饼，人类立马认爹，只不过是从雷神劈帐篷升级成了算法定生死。不过这篇论文的局限性也很明显，他把人类的复杂合作简化成了2个人分兔子的模型，忽略了文化、情感、环境等诸多复杂变量。而且论文假设人类绝对理性，但现实中有人为了信仰放弃利益，也有人会因为利益做出极端行为。另外，论文主要依靠数学推导，缺乏考古学、人类学的实证支撑。尽管如此，这篇论文依然为我们理解人类合作机制、社会模式选择提供了新的视角，让我们看到了人类合作背后的核心动力。最后，建议大家看看这篇原文，其实还挺有意思的。如果你也有这种看似离谱、细思极上头的研究，赶紧投稿吧！人类下一个终极问题可能就藏在你的收藏夹里。